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如期反弹，但力度一般，运线止跌还需2次确认。特斯拉保持超跌，突破一根 K 线就是买点。英伟达继续震荡，走出了4连阴线，这是反弹高点还是在洗盘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76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只会通过技术面讲一下日线的波段走势，以及15分钟日内一些试错性的买点已经开始产生。那么后续呢，在日内如何继续去买入，以及这个试错买点如何去止损，那么阿哲会讲一下。在第一部分，我们会进行日线和日内的策略制定。那么对于指数环境观察之后，我们会来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要讲到有关市场的个股。阿哲分别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SMCI、OKLO、PLTR、Coin、CoreWeave、美光、Meta 以及 RKLB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依旧能够产生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需要有一些温馨提醒啊。首先，您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会比较多的个股，所以视频当中的时间长度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每一只股票呢做了一个时间轴。您点击时间轴可以快速跳转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那么希望这一个帮助能够减少你部分观看的一些烦恼。而阿哲唯一的建议呢，就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阿哲会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进行一个讲述和教学。那么后续的个股解析更多是趋势的研判和买卖点的一些界定，那么知识点呢会讲的比较少。那么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到观点回顾，阿哲呢把之前讲过的一些内容呢再去复习一下，特别是新同学那么可以听一听。我们一直有讲到市场呢目前在走一个高点降低，低点抬高的走势，这种走势一般你可以连接2条趋势线，一条向下，一条呢向上，它就会构成一个收敛状态。收敛状态呢，它其实也跟运线是类似的，只是呢你一个在日线上看，一个在我们日内可以看得到这种走势。我们目前的走势环境，你在周线上其实就能够看出，它其实是有一种运线的状态，价格走势是在压缩的。那么股价的上涨和下跌动能呢，它是从一个比较大幅的宽幅的震荡，到后续的窄幅，到现在的一种相对极限的临界，所以它即将积涨能量，然后选择一个方向爆发出新的一轮行情走势。而这种爆发走势呢，它分为2种情况，有一种呢是直接选择，就是我突破某一个压力，突破上压力还是跌破下支撑，选择一个向上还是向下的行情。那么有一种呢，就是它会做假突破，就是股价先选一个方向，到后续呢再破另外一个方向，而第一个方向往往是诱多亦或者是诱空。我们要关注后续的一个方向。那么当前是连一次突破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去待突破之后选择观察它的突破有效性，看是诱多还是诱空，然后去分辨真正的一个环境。在此之前呢，整体还是以短线反弹来看待。那么昨天的市场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先是仿包了昨天的这根 K 线，这种叫外包日线。我们在周一的直播当中讲过它的操作策略。那么外包日线就是阴线的高点比昨天的 K 线高点高，然后收盘价呢比昨天 K 线的低点低。那么它有很多买入技巧，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听一下我们周一直播，那么阿哲讲得很清楚很详细了。现在它是没有构成这种外包日线的买点的，外包日线的买点要么是出现低开高走的 K 线，要么就是突破这个阴线的高点。那么这2种交易点位在日线上没出现，所以当前的买点在日线级别是不明确的，这一点阿哲要强调。所以昨天的这一根阴线，它虽然是上涨的，但止跌效果是一般的，它构成了一个运线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运线。那么第一部分的观点回顾，你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就当下方向是不明确的，它在一个大的收敛状态，而小 K 线呢又是运线，运线也是收敛，所以整体多空不明确下，我们的仓位不要太过于着急放到多头身上，因为小心它后续可能不如我们所料去走出空头。因为你要小心，有时候行情不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它走向空头的角度，你这边的仓位就应该及时止损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运线策略，那运线策略我们之前是有讲过，当时在这2根 K 线的时候讲过运线。运线就是有一根小的 K 线，还有一根大的 K 线，它跟外包日线是反过来的，就是大 K 线在前，小 K 线在后。好，当下呢又走这种结构啊，就是小 K 线在后，大 K 线在前。
那这种策略它的一个明确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它需要有一个母线以及一个子线。这种运线它也叫做身怀六甲，也叫子母线，它的称呼很多啊，但是大体就是这种类型。那么它的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母线在前，子线在后，而母线应该是一个相对实体较长的 K 线。这根 K 线呢，要么是阳线，要么是阴线都行。而第二天的子线，它要求就是所有的价格在昨天母线的实体当中，这种是最为严格的。而相对宽松的就是，那么子线的范围在母线的高低点之中，也可以算是一种运线。当这种运线就是比较宽松啊，不严格，经常会出现。当出现运线时，能够作为一个反转信号，或者说直接的买入和卖出信号吗？首先这一点是不行的，因为运线的产生根据它的位置和空间关系啊，通过市场的环境和趋势位置，我们才能够去判定。当正常，你可以这么去看，就股价如果是上涨途中出现运线，运线代表方向停顿，而停顿就有可能趋势延续以及趋势的反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两根 K 线区间呢做一个划分。你可以画出小箱体和大箱体，就小 K 线为小箱体，大 K 线为大箱体。那怎么样能够去看趋势的延续啊？就是后续的收盘价得要突破，至少是突破子线。突破子线之后，你可以初步看涨，而突破母线的高点之后，你可以进一步的看涨。所以你的买点会有两个，一个是突破子线，一个是突破母线。母线高点被突破才是最终的确认信号，那么才说明当下的延续才是向上的概率更大。而如果上涨途中出现了一个子母线，出现一个大箱体，出现一个小箱体，好，我们要小心，就是有那么一根 K 线突然之间往下破，而且可能不止破了子线的低点，还破了母线的低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前面的上涨到了停顿，而后选择向下，所以这是一个运线产生之后你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性的动作。它首先是一种中性的表现，而后要根据后续的突破和跌破来去确认，而后要根据具体的突破和跌破后续的表现去看待它实际的一个含义。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如果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您可以把这一个刹车键可以打开。那么刹车键呢，就是阿哲所设置的一个严格版的运线的信号。那你会发现严格版的运线呢，它是很少见的，像之前这里都不是严格版的。所谓严格版的运线，就是子线的最高价和最低价都在母线的实体当中，这种叫严格版的运线。从前期的8月20号这个低点到现在，其实它总共就走了2个相对严格版的一个子母线。这里当时就是一根股价出现大跌之后修复反弹，而后这里就是子母线了，而且是标准的。那么这种 K 线产生之后，我们看一下，最好不要跌破子线低点，就子线低点作为首个支撑点，而后是母线低点。那么选择方向，如果继续向上能够看涨，它首先要突破子线的高点，而后子线的高点箱体最好是成为支撑。它这里就是突破回踩不跌破，股价再突破母线的高点，所以2个方向都是选择向上。我们初步看涨呢是这一根阳线，而后第二次看涨是这一根 K 线。当然回踩不破止跌阳，你也可以作为3次看涨。而当前我们一样的，你可以把子线和母线做一个箱体，而母线的高点和子线高点作为方向性的判定。初步看涨得突破子线高点，二次看涨或者说最终的确定得要突破母线高点。这里的突破都得要是实体阳线，而且最好不要有长上影线，应该是实体阳线过关键的高点一半实体。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更加有确定性。如果只是略微过一点实体的，或者说长上影线去突破，那么基本上效果就一般。所以当前如果按照最为保守的，你想要看股价上涨回调在这里的一个买点，作为日线级别最安全的买点，那还是突破母线的高点收阳线突破，那么作为买进会更加安全。当然如果你只做这个买点，你的成本会偏高一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讲一下日内的一些交易行情。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前期的观点回顾，以及呢运线策略的再次复习和学习。如果以上2个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一个小小的红心，点一个赞，感谢您的点赞。当然如果您时间还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在评论区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而有些股票如果在阿哲视频当中没有提及，但如果您也想要去让阿哲去分析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那么阿哲看到呢会进行简单的去描述，那么告诉您一些关键的点位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如果感觉技术分析对您也是有帮助的，也希望呢持续的学习和跟踪阿哲视频的观点和一些分析，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那么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
订阅、粉丝、观众了。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在美股市场的应用。这里阿哲建议大家可以把全部铃铛点开，因为只有点开全部铃铛，阿哲未来的视频在更新之后才会第一时间发通知给您，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弹窗。如果不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阿哲更新之后的内容有可能您需要自己来翻看一下才会发现。所以这个铃铛点开对于您跟踪阿哲的视频会有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15分钟的试错性买点。那么这个买点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图表。阿哲在图表当中呢叠加了一些阿哲平时所经常用到的指标。那么其中的关键核心就是趋势的分辨。那么其中呢，阿哲是用彩虹带来去研判目前的一个趋势。之前我们教过很多期这个指标怎么去用的。首先最为关键的，我们对于当下的这个点位对于这个区间的位置，其实阿哲是认为它可能处于之前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超过了反弹的一个范畴。我们之前讲过怎么去界定股票在下跌途中，它是黄色带的时候，说明它就是一个下降趋势；如果它是紫色带了，说明是个上升趋势。但是有时候的股价上涨，它会把这个飘带由黄色转为紫色，所以这个时候我怎么去把它筛选掉？我怎么知道它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反弹，不是反转，是吧？当时我们讲过一个特别重要的分辨方式。当然这里如果您手中没有这个彩虹带的指标，您看不懂手中趋势的话，您也可以点击订阅阿哲之后，那么后续呢每一个订阅同学都是能够用到阿哲这个彩虹带的指标的。阿哲呢告诉大家怎么去激活这个指标，去使用这个指标。好，首先我们来先学习怎么去规避这种反弹。反弹时它有时候会把彩虹带由下跌变成上涨，就感觉好像要反转了，但这个时候它是不对的。我们的研判方式不单独的去看这个彩虹带的变色，你要关注一点，彩虹带呢它在下跌途中的所有上涨都首先看为反弹，而彩虹带就是一个压力。正常的反弹呢，它不会去触及飘带之上，就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就价格走势上涨了，它碰到飘带，它这里其实就是说明应该有压力了，要小心它收阴线下跌了。所以这种上涨力度就一律定义为反弹。但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强一点，比如说它到了飘带，它没收阴线，它到飘带之上之后才收跌。好，这个时候我怎么知道它这里是真的反弹还是说反转了？那么阿哲一般来讲会这么去看，就突破黄色带之后找到2根 K 线内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不能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它都是反弹。后续股价呢，它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那么它都是反弹。只有突破压力，我们才认为它能够走为反转。所以当时这里股价突破是吧，找2根 K 线有个高点，那么这种情况下不能突破转跌，那么就注意了，这是空方的一个机会。好，价格走势又往上突破了，好，突破1根 K 线2根 K 线是吧，又转跌，这个高点还是没过。所以不管它涨多高，我们就看时间，就2根 K 线，2根15分钟的 K 线，也就是说你就看半个小时突破2根，好，看那个高点能不能够继续突破，那么说明这里大概率在时间的定义上就是反弹。当然这里阿哲看的是时间，不是空间。再看到这里，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了，最近面临一个关键点，它这里是突破的第1根第2根，也就是说它这里是个压力。好，这个压力它什么情况下还有用呢？就股价在跌穿飘带之前，如果它又跌下来了，又上去了，你要重新数，没有跌下来，那么就不用去重新数。这个地方的压力它被突破了，而且是开盘直接跳空高开突破，所以这里是有效突破，肯定是有效突破。好，突破之后你会知道这根 K 线会转为一个支撑，这是第一个支撑，而价格的飘带也会有支撑。所以昨天阿哲在财神频道当中盘中是发了一条信息，就这种快速高开高走的走势，你很难去买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点。那么你要怎么办呢？等一个回调买点，就回调飘带找支撑买点，或者说突破170这个压力找支撑买点。昨天没能突破170，但是它突破飘带了，所以找飘带附近的一个买点。那这个买点怎么看呢？一个是股价回调之后有没有仿包阳线，当时这个阳线没有仿包，所以不行。这个地方是个蓝 K， 蓝 K 呢是回调时的超跌买点。好，超跌之后你要突破这个蓝 K 才能够买进，也没有。那我们再往后看，它没有撑住，依旧跌，好，又跌破了。当跌破紫色带时，你要去考虑的就跟黄色带反过来了，它有可能是一个回调，也有可能是一个反转。那什么情况下它容易走出一个回调呢？就是它的跌破2根，这2根里面的低点没有被跌破，当然也有可能是后2根了，这里我们就不用看很细了，因为不管是前2根还是后2根，最低点都是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支撑位。股价跌到这里反弹，那么它的买点就是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是不是突破了？所以这一根阳线是昨天15分钟的试错买点。
那么第一次买进就这根阳线，我们的止损就是股价后续往下跌，跌破这根阴线的低点啊，那么就是止损。但如果不跌破这根阴线的低点，那么就不用止损。那我后续的加仓点呢，就可以是往上继续再创新高，回调170天线，亦或者是紫色飘带的时候再去加仓买进。那么后续就以此去进行布局。我们之前在这一波下跌时也是这么去看，是吧？也是这么去跟踪的，趋势跟踪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股价不突破飘带，那肯定不是一个反转，不突破不行，这些都不行。好，突破了你再看两根，这里突破了没问题，股价回踩有反包阳线吗？没有反包阳线，股价继续的往下跌，是吧？这里没有蓝 K 没反包，继续跌破飘带。好，这里呢又往下跌，反弹没有破，这里开始突破了，一根两根找偏高的。好，这根 K 线是一个支撑，突破之后回踩有反包阳线，是一个买点。反弹之后没创新高，再次破一根破两根，这里是支撑，又有反包，所以这里是第二次买点。当时这里可以买一次，这里可以买第二次，而股价新高之后，在170附近的回踩，亦或者说在飘带附近的回踩，都可以作为买点。但一般建议日内找反包阳会好一点，就15分钟的反包阳线。当下呢就是首次第一次买点，买来之后不打止损，后续就推进你的仓位即可。打了止损就说明这里很有可能还是反弹，我用一笔止损来验证目前这里是趋势反转还是反弹。一旦打了那就走，等下一次更大概率的一个反转出现，我再去推进仓位。那么以此呢，我就可以规避一些盲目抄底的行为，哪怕这一次抄底失败，或者这一次博弈反转失败，那么这个地方的亏损也是可控的。而后面趋势一旦能走反转，那我们就逐步的抬高仓位去博弈本次的日线回调买点。当然了，我们在做15分钟的分析的时候你不要去忘记我们在日线上的运线最好也构成一个突破，作为一个买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15分钟所出现的试错买点以及后续的一些策略的跟踪，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当然有同学会想到，那么彩虹带彩虹带可能手中没有，那么看不到后续的一个走势，盘中也无法去跟踪，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您只要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您就可以获得双重福利。刚才我们说您点击订阅之后怎么能够去集邮彩虹带，第一重福利就是彩虹带的1周体验权限。您在我们的右上角弹窗当中有一个小卡片，点击小卡片就可以看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您就可以跟他去领取这双重福利，让他帮您装上彩虹带，您后续就可以好好去跟踪一下这一波行情是否能够持续的去上仓位了。同样的，你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看到置顶评论，那么阿哲也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放在了底下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当中您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是第一重福利，我们彩虹带指标的一个体验权限。那么福利2和福利3呢，它分别是盘前解析、盘前广播和点位预测，以及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课程内部直播课。那么阿哲在每天的开盘之前，只要美股开盘都会发布盘前广播。那盘前广播每天的美股开盘都会发基本阿哲都发了1年多了，如果是老同学应该也跟踪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些内容阿哲会讲到个股以及指数的一些短线上的分析。您所看的盘前的一个视频，基本上的观点就是阿哲昨天所发的一些内容。在昨天阿哲是不是就已经提醒过了，就外包日线呢一反弹，买入机会呢是15分钟的彩虹带反转回调买点，但不突破上周五的阴线高点前呢只做反弹，是吧？这些是我们今天盘前视频所去讲到的观点，但昨天阿哲的盘前广播其实就提到了，所以这些内容呢会比平时我们公开的盘前视频会更提前一点。所以如果您想要更早一些得知阿哲的某一些观点，在盘前就可以知道，那么可以我们的第2重福利，您点击订阅频道之后就可以找助教老师去进行一个领取至少会有1周的时间，您可以免费的收听到这些内容。而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每周的课程了。每周呢，我们在内部会讲一些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和财生同学的内部课，这些课程会对技术分析做一些进阶，那不是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案，是一些更加深维的高纬度的一些技术分析的交易手法，所以这些内容一般不会公开去讲，哪怕讲可能也不会讲太详细。所以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会在内部会对订阅粉丝同学专门开展一些不公开的课程，这些课程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在本周您就可以免费参加。
所以找到注要之后，你也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本周的一些内部系列课程。那么很希望呢，这3重福利能够在您订阅阿哲之后就产生帮助。感谢您在首次相见就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是个股解析了。个股解析的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呢，在连续走出9连阴之后，终于迎接一根阳线，终结了连阴。那么9连阴后的下跌，我们之前其实有提醒过，在走出5连阴的时候就有讲过，就市场一旦走出加速之后，注意的是加速有明显拉升之后走了1、2、3、4、5，就5连阴出现，那你要小心了，后续大概率还有下跌。我们说过，就一旦在拉升之后走出5连阴，你要小心，就这个时候要预防它后面还有下跌空间。像前期这里走了1、2、3、4、5，反弹之后只要不过连阴高点，它这里其实趋势就走坏了。所以市场走势一旦走了连阴之后止跌，首先的上涨是什么？就看反弹。注意了，连阴5连阴之后，不管几连阴，只要终结之后呢，大概率会有反弹。反弹的时候，只要不过连阴高点，它就是反弹，所以后续还会有跌。这个下跌如果还破前面的低点，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风险，就说明下跌空间打开了。那么之前这里呢是没有破低点，也没破高点，所以这里走了震荡很久之后才进行加速上行。那么当时这里呢是连阴下跌，反弹不过连阴高点而后破低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市场还有下跌空间，就比较危险。所以当前出现了5连阴，而后走到9连阴，收出止跌阳线，我们知道大概率会有反弹。反弹时小心了，这里缺口是一个压力，前高引线是个压力，这两个压力在反弹时都容易出现滞涨和强压。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要这一次反弹不过这两个压力，不能够去突破阴线的高点，连阴高点不能新高，那么往下破新低，说明还有下跌空间，至少还要跌到这一个上升趋势线，再严重一点就是这一个上升趋势线，所以一定要小心了。最近连阴之后终结的低点，这个地方不要再破了，再破那么下跌空间可能还要再翻，这是做特斯拉的同学要特别小心的。所以当时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反复强调，就是你不要随便去追涨，是吧？因为它是关键的点位，这个地方呢短线有利可图，当波段来讲不是说特别的好的行情，就不是很好把握。突破空间之后再去买其实就很简单了，没有破空间之前你在这种位置去买就很容易呢遇到这种买到高点的位置，而后呢趋势一旦后续走坏那就很麻烦。它能够串出阴线高点，我们再去布局大的仓位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阿哲对于特斯拉未来也还是感觉很 OK 的，但是要等这波调整明确止跌确实没问题之后。好，那当下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短线趋势方面，它的具体交易点上，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特斯拉最近呢是走一个下跌结构，就是神奇九转。那目前走到了第6根 K 线，也就是说它连续6天都比4天前的收盘价要低了，那么它才会构成这个9转 K 线，是吧？之前这里走了一个上涨的9转，然后大家注意，目前的特斯拉还是一个强势的结构，因为它有一个上升9转而没有下降9转。那这为什么说是强势结构呢？这是我们内部课上曾经讲过的内容啊。那么阿哲这里呢就不细讲了，因为要讲清楚其实还是蛮占用时间的。你只要知道这里的上升结构奠定了，就是上涨的9奠定了它的一个多方强势。好，这里只要它不走出下降9，那其实整体来讲问题就不大。所以目前虽然跌得很汹涌，但其实你会发现它就刚刚跌破飘带而已，跌破的第1天，跌破的第2天，好，2天跌破之后找支撑是它，我们刚才所讲的15分钟的交易点。那么有了一个绝处逢生点之后，我们的买点就是突破这一根 K 线它的高点，一突破那么就作为交易点位，这是一个安全的买点。而你要注意的是，这里同样也是一个运线。那运线的话，5号 K 线的高点，它是不是一个运线的母线的高点？一旦突破，就构成了多重技术面的买入信号，所以这里将会构成绝处逢生。所以关键的点位是5号 K 线的高点，当然它的止线的高点也离得比较近，所以一旦突破其实差不多会同时突破2个关键价位，那么这一根 K 线的阳线就是买点。如果它连母线高点都破不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很弱的连阴后的反弹行情，后续大概率还会跌。所以我们用5号 K 线的高点界定本次反弹的强弱，这里同样也是一种超跌的动作。现在阿哲把这个超跌的指标打开，就是蓝色 K 线就是超跌的信号，股价一旦出现指带附近的蓝 K 就注意了这个地方就是能够走出买点 K 线，那么结合蓝 K 超跌信号会更强，所以我们整体就可以这么去观看，最好突破运线高点，结合超跌蓝 K 以及绝处逢生，那么会构成买点。如果连这个动作都没有，那么不要随便去买入特斯拉，说不定只是运线震荡而后继续的
下跌延续趋势，因为运线只是停顿，不是明确止跌。以上呢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我们之前多次提过，它的空间位置还是有一点优势的。那么图中的这根线呢是170天线，如果是老同学应该知道，阿哲是比较喜欢看170天线附近的回调的，作为一个中期的底部附近的寻找。170天线，当市场处于向上的时候，牛市当中，一旦回归170天线附近，那么产生止跌或震荡啊、挖坑等等的手法都是可以去关注的。当然，如果跌得比较深了，有效跌破就要小心它进一步的下跌。就是我们更多的去找，就是这种附近的一些行情，就它走的地方呢，如果在170附近，说明它目前比市场较弱一点的，因为市场指数呢离170就远很多了。但是我们知道跌到170附近容易，要么是有反弹，要么是有行情，所以170附近的一个支撑我们是要关注的。之前跌到170反弹，跌到170向上，所以它当前是在170附近啊，亚马逊走了一个收敛状态。当前呢还没有突破这一个收敛状态的一个上沿，但是它出现了一个低点抬高，而后有明显大阴下跌后第二天反向的动作，所以这个行为就有点异常，说明资金呢开始有所异动，它实体在变大，动能在增强，先跌后涨，我们认为它有向上的一个机会。如果这里的三角形收敛之后是上破的，结合170天线的向上，那么这里的机会就是往上，哪怕它不新高，它走一个反弹，是吧？空间也还是有的。所以作为一个小波段，你可以以170的回踩作为一种选股的方案。目前它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再看到更细节方面，比如彩虹带，比如说超买超卖。当前呢，我们所看的就是亚马逊的一个图表。在170附近所产生的蓝色 K 线啊、白色 K 线啊、超买 K 线啊等等的，就要特别的关注。所以在170附近所产生的超卖 K 线啊，这个抄底的信号就要特别关注。而在上涨时，如果黄色带呢，就附近关注超买的 K 线，就超买的一个信号就要小心。所以每次到蓝色带附近，你会发现出现一些蓝 K 啊，或者是一些白 K 啊等等的，就容易引发一些行情产生。所以我们现在也继续的关注啊，虽然它目前没有蓝 K， 没有其他的信号啊，当然整体来讲啊，有一个小小的绿色钻石在170附近，所以这里可以看个反弹。而它是不是飘带已经转为紫色了？我们看一下前面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好，这里是一个压力目前没过，我们希望的是它能够突破之后飘带发上，而后股价回踩找买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而目前呢就可以作为一个运线，就运线往上破，那么它可以构成第一个买点。不过这个买点呢会偏追涨，所以呢仓位可以相对少一点点啊，就先突破买入一笔，回调止跌买入第二笔，是吧？如果突破它直接加速那也行，做短线波段，是吧？如果它突破之后走回调，那么看紫色带的支撑能支撑得住，就寻找二次加仓，可以买多一点。如果不能支撑得住，跌破了，那么把之前的要做止损。不过整体在170附近，你如果是做中期的交易的话，那么这一笔突破的买点，正常来讲，哪怕跌破飘带，只要不跌破170，你也可以继续寻找一些超跌的买入信号。目前呢是走了一个收敛，而且到末端了，这里容易起行情，就一旦往上明显突破，那么行情说明要往上至少去补一下前方的缺口，或者说去试探一下左边的一些套牢盘。我们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下沿是多少？飘带的下沿目前是 228.526， 作为一个中期的支撑。170的话呢就是 220.717 啊，作为170的支撑。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在走了2次回踩不创新低之后，出现了再次向上，并且创了左边的一个高点，这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小的趋势的反转结构，走了一个创新高而不创新低。好，结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它这个趋势之前的颈线位啊，它突破回踩目前没跌破，所以走了一个强阳震荡，有当阳不破的这种迹象。但是目前只能说它在正仓，它在洗盘，但究竟是不是洗盘，要关注这个箱体能不能被突破。当前走了1、2、3、4、5、6、7，也就是说走了7天。我们说在这种正常过程当中有一些关注点位，其中有一个时间窗口就是第8天，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已经走到了第7天，那么第8天它容易走出确认信号，一旦走出的是一根阳线，并且是突破的阳线，就哪怕不强啊，也可以构成正常买点。如果第8天依旧收阴线，就不要轻易买，因为8之后有可能要走到13，所以这个地方一旦今天收阴，或者说今天收10日星，不是强阳线啊，不是实体的中大阳线，那么就依旧等待
关注第13天。那假如它一直没有启动信号，而是往下破颈线，那么就注意了，有可能这里是一个反弹高点，而不是一个正常洗盘启动的信号。我们再看到它的趋势飘带的表现，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那英伟达呢，虽然前期感觉走了一个上涨结构，但还不够，因为它这个结构的上行的时候，它并没有去突破黄色带。我们说这个结构产生最好是在突破黄色带，回踩紫色带，再突破构成，就位置上、时间上是不够的。这里没有突破，后续才突破了。这里突破走了一根，走了2根，这里是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只过了1天就跌回来了，所以这个突破的有效性还有待考量。不过它已经转为紫色带，并且维持了很久，紫色带在发上，所以支撑在变强。这个地方如果它保持震荡，紫色带会靠近的，所以到时候它踩紫色带支撑往上突破的概率会大增加。所以当前其实还是紫色带支撑守住 184.871， 这里保持震荡，不碰紫色带就启动为强势。如果保持震荡碰紫色带，紫色带靠近了，它还没启动，就为正常的一个横盘走势，就一般如果都不启动，直接把紫色带破了，跌破了那么就麻烦了，就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反弹高点，它还不是一个反转所以到时候看一下是否能不碰飘带启动，远离飘带，那么就是强势的正常再启动拉升的一个买点。好，这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个分析。以上呢就是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谷歌，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日线图表。那谷歌目前不太好，它还是一个黄色带，价格走势呢，从前期的一个黄 K 超买，就波段超买之后股价下跌，下跌之后跌破了飘带。我们说股价如果打到飘带能够止跌，这种属于相对正常的回调。那如果跌破飘带，就属于会危害趋势了。好，所以当前这里跌破的第1根、第2根，所以它这里是一个支撑。好，支撑后呢被突破，所以股价走势呢目前保持看涨。这里是砸盘低点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前提是它得要后续突破左边的高点。如果它这里是反弹再破低点，把它给跌破了，那么这里就是趋势破坏。当前就介于砸盘和趋势破坏的界定当中，而目前只要没有走出破前面蓝 K 低点，我们作为波段依旧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砸盘低点，而我看股价的新高。我们再看到它的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唯一还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变成压力，如果当时碰到飘带转压力，那就比较麻烦，这种就是很强势的空方走势。目前是碰到飘带转支撑，就有可能做中继，而后再往上去新高。所以我们要把近期关键的一个 K 线，可以把突破 K 线，突破的第1根、第2根，2根取偏高的可以取它。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做一个区间，目前是没有跌破区间，反而在区间震荡。如果出现阴线破区间，那么这里就是风险点，就要小心了。这里应该高抛应该注意，它有可能要去破前面的 297.45。如果不跌破这个区间，我们而是再次的转为这个紫色带，转为支撑，回调不破，股价启动，那么就是震荡再次启动，而后再直指新高 328.46。 所以很多股票目前其实是跟随指数在横盘震荡，在收敛，要么走收敛三角，要么是走横盘震荡，跟的就属于横盘震荡。目前有多头向上的迹象，但是一直被打压，所以启动力度不强，我们依旧等待。目前是黄 K 之后，风险是以震荡来释放，所以整体还是多空均衡，等一根阳线。这里是一个运线，运线10日线直接突破小 K 线收阳，继续看涨即可。往下跌破了就小心。目前飘带的这个价格是 312.884 作为一个横盘的中轴。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就依旧是一种风险的一个信号，价格下跌反弹，下跌反弹，是吧？一直呢是在黄色飘带，飘带说明是个下跌趋势，整体中短线呢不建议做多，这是黄飘带一眼你就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你看你手中的股票是黄飘带，那不要轻易的去做多，哪怕做多也以反弹作为看待。因为很多时候黄飘带的上涨，它就是碰飘带就容易跌，碰飘带容易跌，碰飘带容易跌，所以当前碰飘带，所以容易跌，黄 K 而后被跌破，这里为风险信号。它这里是一个外包日线外包日线产生，只要不出现外包日的买点，我们依旧还是看风险的。外包日线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提示，只是呢它容易有反弹，反弹强才构成继续的看涨点，反弹弱依旧往下看。目前飘带的一个上沿，它的压力位是 198.904 这里是黄带上沿。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STR 有些特别，它目前走了一个强势的分型结构，底分型进入到飘带的
中轴。那么还是一个观点，就这里有没有可能走出反转呢？有可能，每一次的上涨都有可能，但可能性是不大的。每一次的上涨只要是黄飘带，就依旧还是看反弹，它只有突破黄飘带，我们再去看是否能反转。但是你做短线，目前这里呢，它走的比较高了，量能有放，所以还整体 OK。但你要注意，它的上沿飘带是 171.466， 这里呢是短线的风险信号，不能够在飘带上突破有效，那么这里终究还是容易构成反弹高点。所以反弹到反转，它的界定我们是比较严格，它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更大的周期，比如说周线上。周线上呢，最近它是走了连续下跌，而后是进入到了波段超跌，白色 K 线又有神奇九转的出现。好，那么这里它在170附近震荡徘徊。如果你要做好 MSTR， 那么更加精确或者更加好的一个信号就是周线上能够有一个白 K 消失，说明超跌走出正常，而后股价能够反包之前的失心，是吧？最好能够吞掉这2根。好，那么我们再去看波段的启动是有概率的，这个概率至少还高一点。日线上目前就差一些，没有太好的一个信号。只能说短线反弹较强势，但是注意它的一个反弹风险。现在是股票，我们就看到 MSFT， 微软的话走了连续3天的下跌，3根阴线下跌，那么整体其实也是个震荡了，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我们说黄色飘带就依旧是一个反弹，股价上涨时碰飘带就是小心风险。那突破的时候呢，就看1根探2根，这里是一个震荡区间，没能突破走跌破，是不是要小心？所以谷歌其实目前就有点类似这个地方，就小心它出现这种跌破小心。好，当下下跌破紫色飘带，破1根破2根，如果是震荡的话，这里将是一个震荡的低点，就跟前面一样。就如果是震荡行情，还是维持空方没有占优，那么大的趋势下，它这种震荡维持，这里就是一个震荡箱体下沿，它又有超跌信号，所以这里一旦收出止跌阳，则看反弹。反弹的空间可以看到飘带，它是482.45啊，这里作为一个压力线，它又转为了黄色带了。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博通，博通是反弹到黄色带，出现了高开低走。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点类似关头阴，不过差一点点，但也是一种比较强力的看跌信号啊，风险信号。价格走势是一个顶分型强顶分啊，又是一个黄 K 后的破位，又是一个黄带，所以当下呢就看风险吧。价格走势它之前是有个趋势破坏反弹，不能过飘带，所以这个地方就容易走出继续破32点，所以这个地方容易破这个320.77，因为下跌趋势容易是低点降低，高点不创新高，这里有可能是走下降趋势之前的行情走势下呢，其实就很少会破2根 K 线的。正常如果趋势变化 OK 他们不会破2根 K 线，1根2根就止跌，而后就新高。股价呢跌破1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新高，而后这里跌破1根、跌破2根、跌破3根，它就是止不了跌。那么这个反弹就容易是一个反弹，就比较风险。所以这种破了2根之后还继续破的，后续大概率先看反弹，就小心。而飘带的下沿目前是350.107，除非这里能够反向出现一个反包阳线，站上飘带下沿，就有可能我们可以看它破2根。但没有这种 K 线之前你这个地方应该是蓝 K 突破，然后抄底之后的高抛点而不应该是加仓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话出现高开低走的负阴线，这个负阴线其实就是乌云盖顶，那么说明它这里是一个价格上涨的风险。我们看到价格走势，它什么时候突破的呀？这一天有没有突破？它的收盘价是215.61，当时是215.409，好，所以这里是突破了。这里是突破了第一天，当然这种突破怎么说呢，不是很有效，就如果可以的话，把它作为第一天会更加好一点，但是我们按标准来吧。好，这里是第一天、第二天，好，2天取偏高的突破。好，突破有效之后，说明它构成了反转3部曲的第1部曲。突破有效，价格后续要怎么走？要回踩飘带有支撑，不能跌破，而后寻找一个买点，再博弈它的新高，能新高，而后就趋势明确，至少短波是反转的。当下看到飘带上沿是215.133，目前这里呢属于超买，价格走势有一定的风险，高开低走负阴线，那么这里我们要关注了。负阴线之后的买点是股价的第2根 K 线，也就是说今天的收盘，今天收盘之后它的高点将是一个压力，那个压力能够被突破再做买点。所以当你要去买入 AMD 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往下看支撑，而后它的下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它的高点被突破，就等2根 K 线看一下有没有突破仿包 K 线，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构成一次博弈买入，而后短线看一下能不能新高，可以的话后续开始做波段而不是短线。所以这是 AMD 我们的一个
分析啊。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OD 就是170天线附近，这里呢有机会是产生底部的阶段，不过目前的整体走势是不强的，因为它的黄色飘带一直没有突破有效，之前突破1根2根是吧，就是压力，突破1根突破2根就是压力，然后目前是没有突破，所以你也不知道这里突破1根2根能不能有效，但我们可以这么去看，一旦市场出现了止跌或者说超卖的信号，我们可以关注这附近的一些机会，170附近有超卖信号，小心它容易有反弹，然后反弹看能不能过飘带2根，可以的话再去后续关注是否能反转。当下其实还可以，因为它有个缺口直接就一根阳线就进入了飘带，那么看一下后续你可以做一个策略，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的话，这里就没有必要买了，还不如等它突破有效回踩再去买，像之前这里突破之后回踩它没有支撑，那么就不买是吧，突破有效再去买。好，所以现在呢，如果你不是左侧低吸买进的，现在你就没有必要去买进了，等待后续突破之后确认有效再去买，不然的话你容易买到一个反弹的高点上就不太好，像之前这种位置是吧，一买可能就反弹高点了，所以当下呢就没有必要着急去买。它的上沿压力黄飘在上沿是 123.51 啊，所以注意这一个点。我们再看到下只标的是 APP 的话，跌破飘带第几天了？这里是跌破的第一根，我们看一下它的收盘价是 673.82， 当时飘带呢是 676.26 啊，所以这里是跌破了，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这里是支撑，股价没有跌破，而且是蓝 K， 那么当下等待未跌破前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就是超跌反弹买点，我们可以把这个蓝 K 的高点作为一个进场线，一旦收盘突破，那么这里看砸盘低点买入，那么目标位呢就是前方的一个压力线或者说前高附近，价格如果往上走碰飘带就滞涨，那么就要小心，就应该高抛啊，小心往下的继续下跌，因为它破坏趋势了。如果往上没有压力，直接继续走，那么基本上你就买到了一个砸盘低点附近，所以这个地方一旦止跌构成一个买点，防守位呢就把蓝 K 低点作为防守，所以这一天它的高点 642.28 突破作为买点，它的低点 603.77 跌破作为一个防守位。所以这是 APP 我们目前可以关注的点。当然如果您目前还看不出来您的股票目前是跌破这个飘带几天啊，或者说目前的趋势是好是坏，还看不到彩虹带的，那么记得呢在右上角的小卡片当中，在弹出的小卡片当中可以去点击联系助教，然后去激活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使用方式，可以激活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使用权限。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RCL 蛇口的话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风险信号，因为它是一根长上影线，这个影线太长了，我们之前说过它就是差不多1:1的一笔短线买进而已，因为它还是一个震荡行情嘛，所以在这附近呢突破买进，那其实你就知道了，差不多到补了缺口之后啊，那么就要小心有空方力量，所以这里应该做一个短线的日内了结。而后我们看到飘带它整体还是走平的，所以趋势上其实还没有太多行情，补了这一个缺口有上影线，那么说明这里容易走反向。我们看到飘带目前转黄飘带，它的这个黄飘带的线是 82.67 作为支撑，这里如果能够回调不有效跌破止跌，我们才能够再去看涨，看黄 K 的突破。这个压力到目前还没有突破，当时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这里有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它没有突破之前呢，就只能说看震荡，震荡就是低买高卖是吧，往低了超跌买，而往高了有压力那么卖，做一笔短线，等走出趋势了我们再去看。然后我们再看到 SMCI 它在强势的底分型之后快速的又来了一个复阴线，而且是放量的，所以当前的 SMCI 呢感觉是有走低点底部的一个迹象，但是在价格和量能上是不配合的，整体力量不太强，股价多头一冒头立马空头就来了，就很奇怪啊，所以这个地方一般般。那我们再看到周线上，它其实在上一周走了一个下跌的九转，而且有超跌，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跌破了170天线之后啊，我们可以看一个周线的反弹，但也只是反弹，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而九转 K 线是否能够成为有效，我们正常会有一个界定，就是突破9的高点。所以我们在周线上如果能够有一根阳周线突破9的高点收住，那么这里呢可以往上看一个空间的反弹，那么还是比较可观的。但目前呢是没有确认，所以只是超跌没确认。那么日线呢出现了这种买点，你就小心一点，至少黄飘带不作为主要买入的股票吧，它还是比较强势的下跌。周线呢超跌待确认。然后我们看到它的压力，上沿是 32.262， 下沿是 30.88， 目前冲高回落碰飘带遇乌云盖顶，那么就应该小心，是一个风险信号。
不过这种风险信号呢，在长时间下跌之后产生的话，它的效果就一般般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只要不是买太多，或者说你只要没有买在观察的，其实都没有太多关系，就等周线确认止跌会更好。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OKO，OKO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的双重共振的买点？首先是一个钻石波荡超跌的信号，而后再是蓝 K 短线超跌信号，就波荡超跌加短线超跌，而后共振十日星，再加上一个我们所说的早晨之星，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短线买点。买到之后你会发现效果不错，是吧？短线10来20个点的一个盈利。那么当下呢，这是一个接近倍量啊，价格走到170之上，重新挖了一个坑往上走，目前守住170，我们去关注它是否能够是170附近的不错的行情。是吧？所以这是 OKO 我们在上期视频有提到的一个买入机会，效果还可以。那目前是突破第一根，下面一根是第二根，第二根突破要小心啊。像之前这里突破第一根很强吧，第一根很强，第二根走弱，这个压力就没能过，那没能过就是一个风险，你要这里要小心。如果短线在这一天买了，好有赚就好，第二根如果走弱，那么开始要跑了。我们看到170的价格是 83.572， 而后这个飘带的上沿是 88.842， 这个地方还没有突破。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那么这一只个股呢也是下跌，跟 APP 差不多，是一个股价跌了一天，跌了2天，而后第二天是不是出现了支撑反弹运线，标准运线？那么小 K 线高点如果破，又是蓝 K 破，那么只要蓝 K 消失，突破直线高点就可以作为看涨。母线高点注意一下，如果这里有压力就要小心，如果没压力直接再破，那么就是持续的看涨，持续买进加仓即可。而170天线离得比较近，所以它之前是下影线回踩，所以这个地方就止跌了一波上涨。所以有时候哪怕是反弹，叫不创新高反弹，它的行情还是不少的。这一波下跌，低点在抬高，高点在降低，这里是不是走了一个三角形收敛？只是它还没有收到极致，所以有可能还有一个反弹空间。如果还在走三角形，那么这个反弹空间呢，就应该是缺口这个附近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利可图的。整体就是看三角，而后目前是在低点，可以看个反弹170附近，博弈中期的反弹行情。所以当下呢还可以这么去看，所以当前你也可以说激进点的左侧找机会买也是可以的。但是相对就要承受左侧的一个风险，上方的一个飘带压力是 182.776， 当然它最好不要成为压力，如果成为压力的话，就说明容易转黄色带了，所以这里要注意。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昨天是快速的反弹，这种快速反弹它是突破了蓝 K 是吧？止跌之前的下跌呢，蓝 K 这里没有突破有效，因为它是一个红色 K 线，是个阴线。这里是蓝色 K 线突破有效，而后走出了上涨，跟 OKO 有点相似，但是它没有突破这一个飘带，没突破的话就不算第一根。今天如果收上去，那算第一根，再看有没有可能反转。如果连飘带都不破，收盘在这之中，收阴线收下跌，好，这个地方依旧是一个反弹，就要小心。我们看到飘带下沿是 244.119， 飘带的上沿它是 244.119， 飘带的上沿是 256.479。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 Core位的话，在低位超跌之后维持震荡，之前也有蓝 K 钻石，然后短线超跌加波浪超跌，然后突破。好，突破之后，我们看到这里，它是不是走了一个2根 K 线的突破？一根、2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压力。好，一根、2根，这里是个压力，所以价格呢还是空方占优，走弱震荡，但是多方未出现，高点在降低，低点呢也在降低啊，所以当下要小心，这个低点可能还要往下降。那么这里呢就依旧是短线冲高之后小心，它也是类似于乌云盖顶，重新跌破飘带。我们得要有一个动作，现在关注一下，这里是缺口加倍量，所以这个地方很关键啊，不要跌破它，跌破它基本上前低就要碰到了，基本就要去破前低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缺口带量不破，那么它回踩支撑启动再带量，我们构成了强势底分型买点之后，你是可以看远一点的。就如果你拿得住的话，就你不做短线，你想做左侧并且看远一点，这个结构是可以的。你可以以这个缺口作为一个防守线，股价它不往下跌，而是在这附近徘徊震荡都没问题，就只要不破这个缺口，不破这个量，我可以看它这里能够反转。但这个结构不能破，一旦破了就还得跌。好，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思路去看。当然阿哲呢看飘带的话呢，这里就还早啊。按飘带来说，目前最好是等突破有效再回踩去买，那个就是右侧。现在看呢，这里就是偏左侧的一个看法。
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美光就保持强势，还是在黄 K 超买之后依旧继续上涨。昨天呢，价格走势也是冲高回落，但没有什么放量，所以这个地方的危险性不是很大。不过我们已经进入到超买阶段了，所以再买呢就没有必要。价格走势目前又走了一个神奇的1和2，它有可能继续走神奇九转吗？这个我们可以跟踪它和4天前的收盘价比，如果一直保持比4天前高，它就有可能慢慢的往九转区走。当前就依旧，如果您是做波段，之前下跌超卖买进，或者说有什么买入方式的回调买进的，到目前为止不加仓，但是减仓信号呢只有一个，就是之前的关头阴线，到后期被突破之后就还好了，所以减了一次仓，整体就等下一次的风险再减仓，回调之后在安全的风险释放之后再去买进。飘带的价格是 278.334， 目前这里只是说持股待涨即可。现在这个股看到 Meta 呢就走了一个震荡下跌回调之后的反弹，它的时间太久了，太久而后没有新高，所以这里就判定它走弱。目前它能不能新高呢？不知道，哪怕新高，因为前面走的是震荡，也有可能会走不远，所以只能说可以作为多头关注标的，但是可以不作为主要关注标的。整体当下就是破飘带第一根、第二根有运线，如果收盘突破运线的高点，那么可以看涨。那么目标呢，还是关头阴线之上。这里是个压力，就关头阴是个压力，这里只能做短线啊。如果往上破，再加仓，是吧？突破一次，突破2次，这是2个右侧突破买点。不出现的话呢，这里还是走弱啊，这里就不随便买进了。我们看到飘带价位，它的下沿是 654.562， 上沿是 659.223。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RKLB。RKLB 我们说过，这个地方是一个回踩的买点，因为股价上涨有一个风险，就是高位的信号，股价回调到飘带附近止跌，没有去被破坏，这是一个黑马草上飞，所以股价走势这个地方就看涨。这一天为仿包买点，这一天继续创新高而后高收，所以目前依旧看股价能够新高。我们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就防守位可以放在1号 K 线的低点，就是你买入 K 线的低点，你用1根 K 线去止损，作为波段的止损。那么如果能够新高，在新高之后呢，去看有没有走弱，没走弱就持股待涨，走弱那么就高抛，等待下次的买点。所以做波段就等回踩然后去买进，等回踩去买进，这种是短波的交易逻辑。以上是1月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